都寫晒喺我哋嘅面具上面，就好似古代嘅瑪雅人將佢哋嘅曆法寫喺金字塔上面一樣。而家我哋將我哋嘅行動寫喺我哋嘅面具上面。戴一頂滑雪帽，只係一頂普通嘅滑雪帽。蒙住成塊面，蒙住個頭，包住條頸，只係露出我哋嘅雙眼。只係一頂普通嘅滑雪帽，但係就重新帶俾我哋一個新嘅身份、新嘅信念，去行動，去創造我哋嘅歷史。用佢嘅講法係，我哋要遮住自己嘅面孔，先至可以得到世界嘅注視。用佢嘅講法係，我哋要隱藏自己嘅姓名，先可以得到人哋嘅尊重。我哋係邊個？我哋係南非嘅黑人，德國嘅猶太人，以色列嘅巴勒斯坦人。我哋係後冷戰時代嘅共產黨人，波斯尼亞嘅和平主義者。我哋係反 WTO 嘅韓國農民。我哋係夜晚黑10點鐘喺地鐵月台度等車嘅單身女人。我哋係生活喺貧窮線之下，受呢個社會排斥、歧視、迫害嘅人。我哋係邊個？我哋係決心喺2012年改變呢個世界嘅東方瑪雅人。喺1994年1月1日元旦凌晨，冇任何預兆，冇任何警告，我哋嘅戰友被世人稱為 Zapatista 嘅瑪雅原住民起義軍，靜靜咁進入咗墨西哥東南部全國最貧窮嘅一個州 Chiapas。佢哋迅速咁佔領咗 San Cristobal de las Casas 以及鄰近嘅7個城鎮。起義軍佔領咗市政廳、警察總部、電台、監獄之後，仲佔領咗 Chiapas 嘅軍事基地以及通往外界嘅公路。除咗喺進攻警察總部嘅時候，我哋有幾個同志不幸傷亡之外，呢一次嘅起義幾乎係兵不血刃。當 San Cristobal de las Casas 嘅居民喺行睡當中一覺瞓醒，發覺呢一座由白人控制嘅現代城市，竟然落入咗我哋嘅戰友瑪雅印第安原住民手裏面。電台嘅廣播反覆咁播放住我哋戰友嘅宣言，亦即係後來被稱之為第一叢林宣言嘅宣言。呢個係我哋嘅戰友向全世界嘅城市發出嘅第一聲怒喊。我哋係人類歷史嘅產物，我哋受夠啦！我哋嘅戰友瑪雅人原本係美洲大地嘅主人，佢哋嘅祖先曾經喺中美洲嘅叢林裏面建立起長達1000年輝煌嘅瑪雅文明。但係自從西方嘅殖民者發現咗呢片新大陸之後，瑪雅人嘅歷史就好似被切開嘅血管一樣，遭到侵略者一次又一次血腥嘅踐踏。500年前，瑪雅人嘅宮殿被洗劫一空，瑪雅人收藏喺圖書館裏面嘅典籍被焚毀，瑪雅人刻喺金字塔上面嘅法被剷平，瑪雅人嘅王子同學者被出售為奴隸。500年之後，瑪雅人喺自己土地上面已經淪為被世人遺忘嘅少數。佢哋嘅社區被任意遷移，佢哋嘅土地共有制被政府強迫進行私有化，佢哋嘅耕地被跨國大企業跑取豪奪。喺全球化嘅大趨勢之下，喺1994年1月1日，亦即係我哋嘅戰友 Zapatista 起義軍起義嘅嗰一日，北美自由貿易協議正式宣布生效。即將喺呢一塊土地推出嘅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幾乎係等同對一群世世代代呢種食玉米為生、一直企圖保存傳統生活方式，但已經被逼到走投無路嘅遠古民族，無聲咁宣布死刑，一場新嘅種族滅絕正式開始。但係我哋嘅戰友並唔係號召我哋以暴易暴。Zapatista 運動嘅目的並唔係要進行城市裏邊嘅無產階級暴動，又或者係農村包圍城市，又或者建立恐怖主義式嘅游擊政權。Zapatista 擁有武器，但係拒絕一次擁有行使暴力嘅權力。而事實上，超過一半嘅起義軍，佢哋手上面揸住嘅只係用木頭做嘅槍。當戴住綠色背雷帽、受過美軍訓練、擁有精良裝備嘅政府軍喺起義之後嘅第2日反攻進入被佔領咗嘅城鎮嘅時候，佢哋發現啲原住民起義軍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因為佢哋已經撤退咗，靜靜咁匿翻入墨西哥西南部嘅叢林裏面。當政府軍以強弱懸殊嘅兵力揮軍進入山區，血腥圍剿 Zapatista 起義軍嘅時候，數以萬計嘅墨西哥平民、NGO 人士、青年學生，甚至包括中
Zapatista 起義軍震驚全世界嘅革命畫面裏面，其中有一個人，或者準確啲嚟講，唔係一個人，而係一個戴住面具嘅角色，吸引咗全球嘅視線。好明顯，從佢面具罅隙之間露出嘅膚色，從佢眼珠嘅顏色，傳媒好容易就分辨到呢個人係一個白人。呢個蒙住面嘅白人唔單止可以講到一口優雅嘅西班牙話，佢仲可以用英文、法文、意大利文同世界各地蜂擁而至嘅記者對答如流。更加令人驚奇嘅係，佢仲識得講多種唔同嘅瑪雅方言。佢口若懸河，運籌帷幄。佢對國際局勢了如指掌，指揮若定。由起義嘅第一日起，佢已經喺報章上面直接發表署名文章，向公眾解釋起義嘅訴求。佢互聯網上面不斷發出公報、信件、日記，將起義嘅信息傳遍世界。佢係邊個？佢係起義軍嘅副司令馬科斯。自己嘅命運。被消費嘅影像同埋無關痛癢嘅趣聞，佢睇清楚呢個遊戲，佢係故意用滑雪帽抹走自己嘅膚色同埋種族，口裏邊經常擔住哲古華拉式嘅煙頭，身上邊又掛住上個世紀墨西哥民族英雄薩巴蒂斯塔過時嘅子彈帶同埋長槍，成日戴住個滑雪帽以外，有時候都圍咗一條阿拉法式嘅紅領巾，有時候佢會加戴一頂毛澤東式嘅解放軍帽，但係帽側邊咧又一字排開，刻住3粒美軍元帥嘅5星勳章。佢係咪玩嘢？仲有佢嘅 headphone， 佢嘅對講機，佢左右手都戴住嘅電子手錶，佢一身悉心嘅打扮，係因為佢想面對傳媒嘅時候可以更加有說服力。唔係，係因為當法國時裝雜誌 Marie Claire 訪問佢嘅時候，佢可以更加上鏡。唔係，係因為佢知道，熟個王丹丁 Marcos 知道佢要打嘅係一場符號學嘅游擊戰。由一開始，佢就知道要先發制人，反客為主，用難以捉摸，用司
化，用非意識形態嘅語言，以面具同埋造型，創造出完全屬於我哋嘅話語權。清醒嘅夢，失眠嘅海，溫柔嘅狂怒，冇樣貌嘅人，影子、黎明、鏡同埋透明嘅玻璃。我哋要追尋嘅係一種令到革命成為可能嘅革命，一場席捲全世界、非暴力嘅後現代革命。而我哋相信Su Comandante Marcos 追尋嘅呢一種革命，喺2012年將會喺我哋嘅城市降臨。我哋係邊個？